欢迎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深入看看，廖老师关于因果这个概念，他有一套蛮特别的看法哦。我们手上有一些廖老师写的回复啦、短文啦，里面谈到像是宇宙法则啊、生命轮回，还有我们平常生活遇到顺境逆境，到底该怎么看？所以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要搞懂廖老师讲的因果，跟我们平常挂在嘴边的报应，到底哪里不一样，又要怎么面对它嘞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首先呢，廖老师观点里一个最核心的东西，就是说，他认为因果啊，并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好心有好报，做坏事就倒霉，不是这种一对一的。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，宇宙本身在追求平等跟平衡的一个根本法则。平衡。对，平衡。他甚至说，这可能是宇宙最高指导原则，就是要让一切达到一个可以说是阴阳平等合一的状态了。哦，阴阳平衡，听起来格局很大。而且他说这个法则是贯穿累世的。累世就是不止这一辈子。对，没错，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经历的很多事情，很有可能是上辈子，甚至是更久以前那些还没解开的债缘跑出来了。债缘，像我们常听到那个冤亲债主。对，有点那个意思，就是透过现在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或某段关系，把过去的账给显现出来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点，廖老师认为，要真的去理解和处理这个因果，关键字是接受。接受。而且是100%的接受，不是说好无奈哦，只好这样，不是，而是打从心里对当下发生的一切，不管你觉得是好是坏，就完全接受它。100%接受，这听起来有点难呢。是啊，但他认为唯有这种全然的接受，才是真正忏悔的起点，也是唯一能按下那个了业了缘按钮的方法。了业了缘，就是化解掉这些纠葛。对，化解掉这些累世的结。这个想法其实跟我们平常总想要去解决问题，或者去对抗不好的事情，那个惯性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对不对？你刚刚说全然接受是关键。可是，资料里老师不是也提到，这辈子是好人，上辈子搞不好是大坏蛋，然后这辈子吃素，可能过去杀生杀了很多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接受不是让人更难接受吗？这听起来，完全颠覆了我们那种好坏会有报的直觉啊。没错，这的确是他观点里比较冲击的地方。那这就连到他对于神通跟业力的看法了。他说神通也许可以让你看到过去的因是怎么回事。但是重点来了，神通不抵业力。神通不抵业力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就算你知道了原来上辈子我做了什么，所以这辈子会这样，知道归知道，但那个业力带来的功课，那个能量的偿还或转化，你还是得自己去经历，神通没办法帮你跳过。所以知道了也没用，还是要自己还。对，知道可能让你理解，但无法替代那个过程。所以廖老师才说，力量不在于去挖过去的因，而是直接去面对和处理现在这个果，也就是业力本身。如果不知道过去是怎样就光用这一世的标准，什么对错去解释、去抵抗，结果常常像他讲的，愈解愈多，那个结反而打得更死。这样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。所以廖老师才一直强调自信清净自破自解。自信清净自破自解。对，意思就是说根本的解脱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内在的转变，调整你的心态，然后拿出勇气去承担现在的状况。他觉得这比你到处去求神拜佛可能还更直接更有效，因为往外求半天，最后可能像他说的一场空花游戏。空花游戏。对，就是镜花水月啦。问题根本还是在自己身上，你还是要回来自己处理。那老师也提到那个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这个因果法则好像有点矛盾。这个他有解释。他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这句话可能比较适用于某些信念系统或是特定的宗教说法，就是看你信不信，信了可能就会受到那个说法的影响。但是
因果这个宇宙法则本身，廖老师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。不管相信不相信，皆如是。哦，像物理定律那样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它就是默默在运作。所以真正的关键其实是要放下对我相还有法相的执着。我相法相，这又有点深了。简单说啦，我相就是那个很固执的我，觉得我一定是对的，事情一定就是要怎样怎样。那法相就是对外在的形式啊、方法啊、名词啊，过度的执着跟迷信。放下这些，才能真的看清楚。我这样听下来，廖老师的观点，真的跟我们平常想的很不一样哎。所以总结来说，他的意思是，因果不是奖励或惩罚，而是宇宙在找平衡的一个定律，而且是跨越生死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生活中遇到好事坏事，与其去怪东怪西，或者急着找解药，不如先试试看，练习他讲的那个接受，从心里面去找平衡。对，我觉得你抓到重点了，核心就是接受跟平衡。那这样说来，像资料里提到的，夫妻之间那种一直吵、一直重复的纠葛，用这样的角度看，搞不好就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，某种累世带来的功课，等着我们去面对、去化解。没错，很有可能用这样的心态去看，也许整个感受跟处理方式就会很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一次探讨下来，我们大概摸到了廖老师谈因果的几个深刻面向。它是一个关于宇宙平衡，而且是跨时间的法则。然后呢，面对它的方法，重点不是往外求，也不是硬碰硬去抵抗，而是回到内在去学习、接受、去承担，最终达到一种转化。谢谢。那最后也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：如果我们真的试着用廖老师这种比较宏观的跨越单一生命，着眼在最终平衡的因果视角，来看看我们每天遇到的那些挑战，还有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感觉还有我们的反应，会不会真的变得不太一样呢？这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好好去体会体会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次见喽。下期见。